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泞和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的美漫《飞车又来》第1季第8集。这一集主要讲了教授被自己学生打败，地球将要被垃圾毁灭的故事。明天，星际快递公司的小伙伴将前往 X 星球送快递，这是传说中的病毒星球。为什么今天不去送呢？因为今晚是科学家学院的年度座谈会，这是科学界的大事儿。每名会员提交一项发明，做得最好的人会获得学院奖。因此，教授需要他们全部活着。为赢得大奖，他还发明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死亡时钟。只要将手指头伸进这个洞里，时钟就会告诉你还可以活多久。莉拉表示怀疑，弗莱跃跃欲试，我还必须活多久？晚上座谈会开始，一位钢牙哥吸引了弗莱的注意。他是谁？这么帅气？当然是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的教授。他还是学院里最老的成员，不过大家并不崇拜他，甚至还有点讨厌他。就连100年前他在火星大学里最有前途的学生小菊也是如此。两人一见面就开吵，简直水火不容。其实小菊一开始并不讨厌教授，直到一次重要的考试，教授给了小菊一个 A 解，小菊非常生气，后果非常严重。他发誓，就算花上100年的时间，也会报这个仇。如今已经过去99年多了，但小菊仍没报仇，晚会仍在继续。小菊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发明，一个反水中呼吸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鱼儿训练得像狗一样。台下掌声一片，教授有点担心，弗莱轻声安慰。这时，小菊走过来炫耀，还说希望教授不会像去年一样发明像死亡时钟那样糟糕的东西。说完，带着鱼儿扬长而去。经过他的提醒，教授终于想起死亡时钟是去年发明的。马上轮到他上场，在10分钟内，他必须发明出一个新的东西来。他拿的是刚写好的发明想法，一台可以闻到远处物体气味的嗅远镜。他在台上兴奋地讲着，台下却哄笑声一片。教授还想挽回，但无济于补。他忍不住用纸条擦了把汗，情况变得越来越糟。小菊终于报仇雪恨，他颁布给教授最差级别奖，也就是 A 减减。教授难过的下了台，而小菊成功获得学院奖。看着台上风光无限的他，教授流下了眼泪。他开始质疑自己，也许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168岁真的太老了。弗莱表示，这有什么？你看看我，就算曾经那么失败，但我从未想过放弃。这样一对比，教授开心了不少。他重振旗鼓，决定发明嗅远镜。结果他又忘记去年已经发明了一个，害大家白激动一场。但弗莱还是很给面子，教授把嗅远镜指向木星，没想到他竟然闻到了草莓的味道，再指向土星是松涛的味道。体验结束，弗莱十分满意，只要不让他闻天王星就行，因为天王星的味道非常难闻，就像臭鸡蛋。教授却说，天文学家在2620年重新命名了天王星，他现在叫职场，你再也闻不到臭鸡蛋的味道了。弗莱不相信，继续用嗅远镜乱闻，结果闻到臭袜子的味道，这可能是已知宇宙中最难闻的天体。教授用电脑计算出它的轨迹，得到惊人发现，它正直冲地球飞来，冲击力足以把整个城市变成大陨坑。他们还剩下不到72个小时，班德立马开始打劫。聪明的教授已经知道这个天体是什么，答案就在这部电影里。电影名字叫做2000年来最大的垃圾危机。2000年的纽约城到处都是垃圾，世界已经变成银河系有史以来最浪费的社会，没有地方再来处理这些源源不断生产的垃圾。填埋场早已堆满，新泽西也满了。因此在夜幕的掩护下，纽约城通过世界最大的海港把垃圾送进了大海。垃圾船在海上飘荡了50年，50年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它们。于是在2052年，纽约城又把这些垃圾做成了一枚火箭，并把它发射向外太空。然而事情没有结束，一些专家表示，某天这些垃圾可能会回到地球，而弗莱闻到的臭袜子味正是由这个垃圾球产生的。如专家所说，由于老纽约人的鼠目寸光，新纽约将会被一个巨大的垃圾球毁灭。莉拉愤怒对着弗莱一通吼，你还有心情吃面包？老纽约人说的就是你，如果你们早向我们把垃圾循环利用该多好。比如机器人是用旧啤酒瓶造的，旧啤酒瓶是用机器人造的，对了，还有你那面包是用丢掉的面包做的。弗莱立刻放下面包。几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市长，市长不相信，以为又是科学骗局。他把自己的科学顾问小菊叫了进来，小菊当然也不相信教授说的话，但市长的确闻到了难闻的味道。这时秘书走了进来，海王星发来消息，一个巨大的垃圾球正与他们擦肩而过。市长这才相信教授，新闻也插播了这个消息。众人开始想办法。莉拉说可以用导弹把它射下来，但垃圾球过于松散，导弹只会穿过它，起不到实际的作用。教授表示可以让一队人把炸弹安装在垃圾球的分界线上，方法是可行的，但谁愿意去送死呢？
真垃圾。出发前，他还告诉三人，只有一次机会毁掉垃圾球，否则垃圾球会因为太靠近地球而爆炸。在激活炸弹后，他们有25分钟的时间离开。最后，教授把炸弹交给莉拉，三个人全副武装出发。由于垃圾球实在太臭，他们不得不打开飞船的反嗅觉系统。来到垃圾球上，弗莱看到了很多20世纪的宝贝，他突然不想炸了它。这些垃圾也不全是垃圾，他随便去拿一堆就能淘出一些不错的东西来。但当他淘的时候，弗莱不再想着宝贝，三人开始执行任务。莉拉成功找到分界线，她将炸弹安装并激活，可上面显示只有15分钟，一下又变成了5分钟。班德拿起来一看，原来教授把计数器弄反了，根本没有25分钟，只有52秒。弗莱吓得大叫，眼看垃圾球离地球越来越近，炸弹也只剩下10几秒，三个人不知所措。班德突然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一下把它扔向太空，炸弹在太空中爆炸，众人松了一口气。但没了炸弹，垃圾球怎么解决？三人只好空手而归。新闻对此进行报道，教授非常懊恼，弗莱表示他也有责任。莉拉说的没错，20世纪的人都是笨蛋。市长决定让真正的科学家来掌控大局，也就是小局。小局答应拯救地球，但他有3个条件，分别是终身职位、研究许可和一个实验室，还有5个研究生，其中研究生里至少有3个中国人。市长全部同意，但他却反悔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想救地球，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垃圾球离地球越来越近，天上真的掉下馅饼，只不过是过期的。紧急时刻，教授认为可以造一个和垃圾球差不多大小的东西出来，这样2者相撞，也许能把垃圾球弹开。但上哪去找质量和密度都差不多的材料？弗莱说垃圾怎么样？大伙同意，但纽约城已经有500年不生产垃圾了，这简单。作为垃圾制造大王，弗莱轻轻松松就制造了一堆垃圾。他还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全市的人，所有人都开始制造垃圾。很快，另一个垃圾球产生。小菊还是不肯相信教授，弗莱给垃圾球点火，奇迹发生了，垃圾球被成功弹进太阳，化为灰烬。众人欢呼，市长代表市民感谢教授，并给他颁发学院奖。小菊最终还是没能打败教授，但他表示会报仇，哪怕再花上100年。弗莱也受到表扬，莉拉却还是担心，如果第2个垃圾球像第1个那样飞回来怎么办？不过谁还会担心几百年后的事情呢？这才是20世纪的精神。科学本就永无止境，它不是一场比赛，更不是用来攀比的工具。在科学家的世界里，人人平等。作为一名科学家，小菊却像一个商人一样，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，根本不管人类的安危。这已经和科学背道而驰。教授虽然年纪有点大，记忆力也不太好，但他自始至终都在保护地球，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做的事。这一集也告诉了我们，百因必有果，自己犯下的错终要自己来还。如果人类现在还不爱护环境，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那么几百年后，地球可能真的会被垃圾淹没。大多数人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或者是当一天和尚就撞一天钟，就像小菊一样。但地球不是某一个人的，它是大家的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。只有所有人共同努力，它才会变得越来越好。生命只有一次，地球也只有一个，不要等到灾难来临，却只知道后悔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是草泥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